靓仔，靓仔，此生必学的7个贴库球技巧。技巧1：当目标球处于中袋附近贴库时，无球可 K， 就只能进行翻袋了。用球杆量出袋口中心与目标球球心的点位，取目标球的对称点，再将杆头向后移动半颗球的距离，对着这个点打就能进。技巧2：很多靓仔还是分不清贴库球怎么加塞，可以参考以下方法：袋口在你第一视角左边就加左塞，袋口在你第一视角的右边就加右塞。技巧3：球局中当有贴库球位于库边中间靠中袋位置时，如果旁边有球能进底袋，应该要尽快将白球调整到适合角度，用中低杆打进这颗球的同时，将贴库球 K 离库边，这就是你与高手的思路差别。技巧4：直接击打很难找到进球点，袋口在左侧加左塞会增加进球点的容错率，如果直接打到进球点能进。如果先碰到库边，库边会凹陷进去，再通过旋转撞击到进球点，也能打进。技巧5：不需要加任何杆法，中杆轻推就是最准的杆法。利用库边的这条直线，在瞄准时去感知母球边缘，在撞击到这条线的同时，刚好也能够接触到目标球，这样就能轻松的将球打进。技巧6：打贴库球直接放在后面容易失误，可以放在目标球后留1毫米左右的距离，然后往70度击打，可以轻松打进。技巧7：双贴库球，白球和目标球同时贴库，新手由于出杆不直很难打进，此时只需要将杆头移动到库边方向的点位，加点塞就能将球打进。靓仔，点赞收藏，技术变强。下课。靓仔，打球思路好，对手水喝饱。实战中遇到这种袋口球，如果瞄准进球点的话，失误率会比较高，球很容易弹出来。不信你看。那么这种球可以瞄准目标球的正中间，小力一推就可以了，进球率高。旁边有障碍球挡住的话，也很好用。中袋也是一样的道理，直接瞄准进球点的薄边，也很容易弹出来，打正中间即可轻松进球。障碍球挡住也很简单。靓仔，点赞收藏，技术变强。下课。靓仔，每次打低杆都会飞起来，你就这样练。杆头先贴台面，再保持后手不动，通过手架将击球点调高一点点，连续一颗球不断的打底袋，从此低杆不再滑杆。一打低杆就不准，你就这样练。先练定杆，定杆有穿透力了之后，放低手架，脑子里想着定杆打球的感觉去出杆，准度一下子就上来了，用再大力都拉不回来，你就这样练。先练小力打低杆点位，打出定杆效果，然后一次一次逐渐加快速度，手臂一定要放松的去发力，低杆效率就会大幅度提升。低杆分离角控制不好，你就这样练，侧面放5颗球，每打一杆都降低一点点击球点位，依次配到这5颗球，从此你想让白球去哪就去哪。实不相瞒，下课。靓仔，想要提升台球技术，必须突破的一道坎就是大角度薄球。通常这种球啊，不是打厚就是打薄了。每次在瞄球的时候，心里都会发虚，找不到进球点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是你的瞄准逻辑本身就有问题了？大家先来看一下这种小角度球，袋口的容错空间比较大，趴下时都是以袋口中心作为目标点，即使打偏一点也能进，打右边袋角同样也能进。可换成大角度薄球时，很多人还会以袋口中心作为瞄准点，结果一定就是打厚了。我们换个视角来看一下，当我们对着袋口中心去瞄准时，由于台球是有体积的，边缘会因为蹭到库边而打不进。我们再换到目标球运动方向的视角上来看一下，袋口中心已经几乎一半被阻挡住了，所以实际的进球点在右侧的袋角上。我们现在示范一杆慢动作，再来看一下这个视角，你看目标球是不是蹭着袋角进去的？第二，关于力量和杆法，其实任何杆法都能打得进，主要是看你这杆需要怎么校位。像这一杆的话，就需要用低杆减速，用右塞来校右边的黑球。但对于新手而言，尽量去使用中杆或者中高杆进行击打，力量一般用中力就可以了，会比较容易进。因为台泥有顺力毛，如果小力低杆的话，则对进球点的精确度要求非常高，新手往往后手不稳，如果不小心打出了右塞来，白球会带着一点点弧线，而导致目标球打不进。所以在出杆不稳之前，反而用中杆力大一些更容易进球。
实不相瞒，想要个赞。下课。靓仔，这个防守规则，追分高手都在用。击打目标球时，打到球之后，一定要有球碰到库边一次才不算犯规。目标球不碰库，白球碰库不犯规，或者其他球碰库也是可以的。但如果白球先碰库，再碰目标球，之后没有球碰库边，犯规。遇到这种球型，很多人会选择这样防守，轻推做一个斯诺克挡住黑八。但这种防守有很大的漏洞，因为如果对手直接一库勾黑八，这样我们就非常被动了。所以这个球更稳妥的防守方式是用左塞击打左侧薄边，吃3库挡在黑八前面，同时白球也会吃3库跑到球台上方，这样让对手既没有进攻的机会，防守也会有难度。再看看这个球型，很多人会选择轻贴黑球防守，但这样的防守也是有很大的漏洞的，因为对手可以像这样打黑八的薄边，将白球放到上方去，这样我们又变得被动了。所以在碰到这种球型时，我们应该先采取打薄边的防守方式，这样就可以先占据主动权了。实不相瞒，想要个赞。下课。靓仔，靓仔打排球必学的7个小技巧。技巧1，白球和目标球同时贴库，新手由于出杆不直，很难打进。此时只需要将杆头移动到库边方向的点位，加点塞就能将球打进。技巧2，当目标球处于中带附近贴库时，无球可 K， 就只能进行翻带了。用球杆量出带口中心与目标球球心的点位，取目标球的对称点，再将杆头向后移动半颗球的距离，对着这个点打就能进了。技巧3，遇到这种白球被带脚挡住的情况，正常瞄准，白球线路会偏，那么可以抬高手架和后手，瞄准带口的位置，出杆短而干脆，即可进球。技巧4，遇到这种自己的球相贴，像这样勾球，对初学者来讲难度较高，可以测量相贴的球心垂直对准库边作为一个点，距离目标球1/2处就是进球点，中杆击打就能进球，而且不犯规。技巧5，像这种带口球，瞄准进球点的话，很容易进不了球。以后遇到这种球，你就这么打，用中杆瞄准目标球正中间，小力击打就可以进球了。技巧6，实战中遇到这种球，要传进带口球，直接传带口球进球点的话，下一颗球停的位置不理想。正确的是，在瞄准的时候稍微瞄偏带口一点，即可将下一颗红球停在带口。运气好的话，也可以双向。技巧7，像这种2颗球连线对准带脚，正常击打是打不进的，但只要小力打在3号球的左侧，就可以把1号打进。制作不容易，点赞给老弟。下课。靓仔，靓仔大角度球该怎么瞄准？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利用球杆找进球点，先将球杆杆头放在球的阴影前面，对准球心，同时笔直对准带口，保持杆头不动，旋转球杆到白球上方，球杆右侧的边缘穿过白球球心，这里就是实际进球点了。如果角度向右，那就用球杆左边的边缘穿过白球球心，踩点入位出杆，球进了，哎呀又进了，哎呀又进了。靓仔实不相瞒，想要个赞。下课。靓仔，这8种台球手架，初学者一定要看完。第1种凤眼手架，五指张开，大拇指贴住中指第1个关节，食指往回扣，做成环形手架，球杆放于环形内。这种手架能够很好的维持球杆方向，适用于打强烈杆法时或者开球使用。第2种后斯诺手架，五指张开，大拇指贴住食指，调前手架，重心放于后面3指，手指稍微用点力，稳定手架。这种手架适用于白球后方有障碍球使用。第3种库边手架，五指张开，中指与食指放于球杆两侧，大拇指藏起来，这样就有3个支点，稳定球杆方向。这种手架适用于白球距离库边不是很远的时候用。第4种带口手架，五指张开，后2指放于库边，中指与食指扣住带口，大拇指贴住食指，球杆放上去后很稳定。这种手架适用于白球在带口使用。第5种贴库手架，五指张开，放于球杆扶手位置，大拇指贴住食指，手背微微弓起，手指稍微用点力，稳住球杆。这种手架适用于白球贴库使用。第6种侧方手架，五指张开，后3指放于库边，食指往下点，大拇指贴住食指，大拇指稍微往上翘，稳定住球杆。
这种手架适用于白球与目标球双贴库使用。第7种普通手架，五指张开，手背微微弓起，大拇指贴住食指，球杆放于 V 型凹槽处即可。这种手架视线良好，稳定性高，可作为常用手架。另外，在打不同杆法时，不能只调节杆头高低，而是通过调节手架高低来调整杆法击球点，这样会更加稳定。第8种凌空手架，手指凌空，将手指握成拳头状，转动手腕，松开食指与大拇指，然后往回扣，食指与大拇指相贴，做成环形手架，球杆放于环形内。这种凌空手架是需要夹紧大臂来维持稳定性，适用于扎杆圆月杆法。同样也适用于跳球使用，熟练后稳定性非常高。靓仔，实不相瞒，想要个赞。下课。靓仔，这8个台球规则，很多人不知道，赶紧收藏。规则1：打黑8时，先进白球，后进黑8算输；打黑8时，先进黑8，再进白球也算输。规则2：击打时，白球在一瞬间几乎同时击中自己和对手的球，并难以判断先击中哪颗球时，该情况被假设为目标球先被击中，不算犯规。规则3：目标球贴库，打到目标球后没有球再碰库，属于犯规。正确的是，打到目标球后要有任意一颗球再碰一库，或有球入袋才不犯规。规则4：遇到够不到的球，如果爬到桌子上，双脚离地属于犯规。任何形式的双脚离地都是犯规的，要有任意肢体触碰地面才可以。规则5：获得自由球的时候，在执行击球动作前，允许继续移动白球，可以用球杆任何部位移动白球，不犯规，但是不可以有向前的击球动作，这样是属于犯规的。规则6：实战中很难遇到白球和目标球同时卡在袋口，并且球心都超过袋口时，2颗球都是算进的。目标球不用拿出来，白球属于自由球。在打黑8时，白球与黑8同时卡在袋口，并且球心都超过袋口时算输。规则7：在打球的过程中不小心碰到台面上的球，属于犯规，对手获得自由球。如果不小心碰到球的话，应该主动承认。运杆时不小心碰到白球，马上闪现补一刀，属于犯规。规则8：以前规则打黑8的时候需要指定袋口才不会犯规，现在规则打黑8时不需要指定袋口，运气球也是算赢。实不相瞒，想要个赞。下课。靓仔，半贴库球打不准，一定要看完这1分钟的训练方法。首先需要测试你是属于偏薄型还是偏厚型。用球轻轻敲一下白球和目标球，进行定点测试。台面上会留下一个白点，这样便于复位。记录10次击打目标球的结果，是偏薄多了还是偏厚多了。同时要记下来自己最习惯的瞄准位置，以及目标球打不进时的撞击位置。因为任何瞄准感觉都是根据习惯所积累而成的。如果你是偏厚型，那么就要在接下来的瞄准中，将瞄准点强行向左移动一点。通过几次的尝试后，熟悉这种感觉，就能非常熟练的打进了。另外，有一些靓仔其实在瞄准时没有任何问题，只是在出杆时由于信心不足，导致发力变虚，球杆出歪了。如果你是这种情况，需要在白球旁边进行20次空杆训练，保证每次瞄准后让出杆的末端都有一点点弹性的感觉，来增加出杆时的坚决性。熟练后再拿白球进行击打，此时出杆歪的问题就大大改善了很多。最后对每个角度的半贴库球都进行重复大量的定点训练，接下来你就会发现再也不害怕各种贴库球了。你看球进了，你看球又进了。点赞加关注，用时不迷路。下课。